欢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主题呢有点敏感，我想了很久，也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做这个视频。主要原因是大概2周前呢，就是中国艺人于朦胧发现了一个跳楼事件，然后就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如今呢，这件事已经在中国的各大媒体里面都被禁止在传播这个不属实的所谓的这个谣言。北京官方的这个处理方式是说，他们已经抓到3个造谣者了，会依法律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各大媒体的那些所谓的关于于朦胧的这个消息都已经停止。母亲也出来澄清，她是所谓的意外坠楼身亡，然后她就大概讲，会抱着她的那个所谓的精神继续很好的活下去，就大概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官方。我为什么想做这个课题？我没有要想，是我的中国粉丝呢，就是他们把我的 IG 的 inbox 都翻墙过来，把我的 IG inbox 都炸爆了。他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真相。我先在这里说一声，就是我并没有想要去蹭流量，然后报效这种已故的名人在网上刷个存在感，而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这个于朦胧肯定是有受委屈的这个部分存在。我其实自己3年前开始做网红的时候呢，也遭到其他网红的霸凌，我也觉得当时候的我非常的无助，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是根本不想再出现任何的社交媒体里面。就这些事情，其实艺人圈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包括近期的有什么赵露思啊，他是已经把他的微博永久的关掉，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娱乐圈传出来的黑料。我的粉丝是说，可不可以就是从玄学角度去看这件事？所以这个 video 纯属你们的参考而已，并没有任何实际证据，也只不过是通过玄学，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幻觉。但是我可以就是说我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分享，到底我在通灵的过程里面看到了什么。这个你们可以觉得是不属实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实际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发生。我只不过是从玄学的角度、通灵的角度去分析我看到的东西。我看到的东西可能是我个人幻觉，或者是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这个完全不属于一个属实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很愿意去分析和分享这件事吧。首先呢，就是我大概花了2天时间吧。第一晚我去找他的灵魂的时候，就翻山越岭的经过一个沙漠，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当时我跟他连介绍的时候，就是我是在一个异度空间，应该是这样子讲，就看到了他，然后他整个人还是处于崩溃的状态。怎么说呢？就是情绪不稳定的状况。我就很兴奋，因为 before I found him， 他有一个就是距离，就在风暴的沙漠里面很黑暗。我自己拿这一盏灯是很暗的，我就一直喊他名字，我就想，怎么来到这种地方？我就有一个蛮不好的预感，就是一般意外走或者是非自然死亡的人，他们都会去这种所谓很黑暗的地方。然后好不容易就是看到他了，我跟他确认一下，你是于朦胧吗？他就说是，还没讲完，他就已经 disconnected with me， 就是我们已经断联了，就觉得好莫名其妙。过后第2天的时候，我花了一点功夫，然后我就心想，要不我去上面找一盏灯吧，因为昨天去的时候太暗了。然后我就去仙界那边去求了一盏照明灯。这一次去仙界的时候就蛮奇怪的，怎么说呢？因为平常我去的时候都好像没有什么仙人要接手，或者是要去帮我 settle 这些 case 这么快。就我那一天刚到，他们讲早灯啊，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那一盏，很远的看到一盏很亮的灯，然后我讲了这么快的接服务，就有点觉得非自然，就很奇怪。接我灯的那个师傅他也没有出现，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就有一个书童之类的，他跟我说，你可以拿着这盏灯去你要去的地方。然后我就跑下来，就带了几个我自己本身的学员去看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翻山越岭，走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怎么说？先是我们从一个就是类似沙漠的沙海，然后漂浮着去到另外一个黑暗的树林。我们刚到的时候，就有一个戴着斗篷的斗篷哥，简称为，他就说我今晚是来帮你的。我说啊，这么好，就这样子开始了我们的 journey。过后我们就到了目的地，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我就一直喊他的名字，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他就一直讲我在这，我在这。他会被关在一个塔上面，就是那个塔很高，大概可以想象中那个塔，然后上面有一个是人头，很远的，我看到好像是他。就为什么昨天来的时候他还不在这个塔，今天来了就已经被封了。过后呢，这个塔的出现呢，我就觉得这里好像有结界，我们好像全部人被关在一个很大的钟里面，可是我不确定，因为我本身就有一个护法，就去到差不多要爬上那个塔的时候，突然被阻止。然后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有4个巨大的、很丑的巨人，有2个头的，他们手上各自拿着不一样的法器。他就说这个地方已经被结界所封锁，你是进不到去的。然后我说我今天要去提这个人出来，他们就说不可能。我就觉得怎么这么莫名其妙，不可能，这样要怎么办呢？不可能的话，这样我就问他们有什么条件嘛，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他问我是谁，我讲就纯粹是一个路人，想救一个灵魂，就这么简单。毕竟我觉得如果他是，他应该会去地狱，然后地狱里面呢会有那些所谓的阴差什么夜叉之类，他并不在地狱，所以我也不确定他在哪里。总结来说呢，就大家谈不妥，就谈崩了。谈崩了过后呢，我不是跟那个斗篷哥在隔壁，我们就拿出法器就开始打架了嘛。然后打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哇有点 outnumber， 就是我们人数不够多，就叫了我的一个神兽，就是一个凤凰。凤凰来的时候，它是突然间这样子左那个空间，就比如说上面这里这个是一个空间，然后就开始去啄，好像有一层东西啄破的时候，我才看到原来这个是一个无形的钟，我们是在被一个很大的钟这样压在下面，它的塔就在那个钟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莫名其妙，真的是第一次看。看完过后呢，我就开始被带去另外一个空间，被带去一个空间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师傅的家。这个老师傅应该是我非常确定他还活着，然后他的家是在北京那种胡同老宅里面，就是他的家的别院是很美、很壮观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问我是谁，我也这样。就路过，纯粹想帮一个灵，就是去更好的地方。我的初衷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说我身上的法就是是道也不是道，是巫也不是巫，到底我在练什么法？我讲这个不是重点，就是我们到底在干嘛？为什么我突然间看到你？原来我觉得他这个老头应该是给他施了法，然后施了法过后呢，这个人他很大可能就的灵魂被 trap 在那个大钟里面。过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然后我们就又开始在那个地方，他家好像是还有他2个徒弟又开始斗法。他其实的修行非常的高，我跟你说，就是他如果今天没有把这个鱼是 trap 在这个塔里面呢，我觉得他应该走的时候就可以飞仙了。就是他的修炼实在可以说是在我之上。至于为什么我打赢他，我没有打赢他，就是上面刚才那个老头借我灯的，他那个老头把他打赢了，不是我。就是我们还在对抗的时候，那个老头突然间来，他就讲什么孽徒，就是这个叛逆的徒弟啊。这个因果关系很复杂，然后突然老头给我看到，原来鱼也是从仙界来的，就是他要来人间度过一个劫。这个劫是什么呢？我讲出来也觉得很奇葩，因为我很少鼓励别人这么相信自己看到的那种不同维度的东西，因为我会觉得我们是人，需要在这个地球继续活下来。他是说什么呢？这个鱼是要下来地球，就是经历一场浩劫这样子，他需要换腹期，不懂什么东西，他这个劫就是原本过不了，然后过后我还在困惑他到底是怎样走的这个
于是，对吧？我到现在我们还在打架的场面，就基本上我看到那个老头接我那个明灯的老头，他打败了他徒弟，然后这个在北京的老头子老师傅。他突然间吐血，就徒弟问他干什么。过后我看他徒弟把他移出来去看医生的时候，突然间我看到隔壁就是有一些达官显贵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反正就是达官显贵类似这样子的人。然后这个情景就完了，因为他要去医院。应该是他输血的原因，那个老头也把他给就是破了他的所谓的结界，然后因为那个老头打赢了师傅，就我再回到去这一个所谓的塔里面不是有4个巨人2头怪物的嘛？然后我们到那时候那个老头倒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也开始就是跟这个斗篷哥打不过了，然后我的凤凰也。跟我们在打架，差不多可以收场了。收场了过后，我们有一个 challenge， 就是这4个巨人，他们每一个都锁着鱼的一个魂魄之类的，然后只有打败他们，我们才可以取掉，就是带走那个魂魄，他可以把他的整个魂聚回来。就这样，我们就因为明灯老头的那个帮忙，我们就已经打到7、8，到最后的时候，斗篷哥出最后一招，我们就把他打败了，可以打败了，那个灵魂回来了，然后我们也从那个高峰塔解救，我才有时间问他到底发生什么。其实这个真的很敏感，我不知道怎么说。首先呢，他告诉我他一直有被潜规则，他没有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可是我隐约觉得是一个老女人，这个不是他告诉我，不是鱼告诉我的。然后鱼就说当天晚上是这样的，他自己选择跳楼自杀，因为他原本就有所谓的抑郁。怎么说呢？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被冷藏，然后因为他不愿意去做一些东西，过后呢他就产生了有一段时间蛮抑郁的。可是他还是相信自己是一个好演员，要继续下去。但是那天晚上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应该是说被人灌醉，或者是用药物，他自己也不清楚，我更加不清楚。因为我看到的是他已经躺在床上的事情，然后他被强迫拍了一些不雅照，应该是这样子讲。然后这个证据已经被销毁了，销毁了过后呢？就包括他过后承受不了，因为证据还没有被销毁的时候，他们拿这一个证据呢去要挟他某样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反正他就是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再加上他心情发泄不了，他一直都不是有这个所谓的抑郁，然后是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应该是知道，他一直以来都很不开心，就觉得。世界很不公平，然后他被逼到疯了，然后就直接一跃而下。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听完过后，是不是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啦，这个是我看到的东西，未必是事实的所有真相。但是无论如何，最起码他现在就是坠楼，所谓的自杀，然后他也算是被迫 in a way。他已经回去仙界那边，可以好好的就是继续修行吧，应该是这样子讲。他灵魂也没有被困住了。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我看到的是假象，那就最好不过；如果我看到的是真相，那也最好不过，因为毕竟他算是被解脱了。他跟我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要回去给他妈妈报梦。我就想，哦，这样你去吧。然后他并没有说自己的冤屈有多大，这样子。他第一个就想的是他妈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虽然我没有接触过他。好吧，今天这个于朦胧的意外坠楼事件就分享了我个人的观点，并非属实，你们可以这样子说。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东西想要讲的，就在 below comment 吧。然后这个是我只能帮大家到这里啦。希望你们做粉丝的问我能够帮他做些什么。我觉得你们想要去念佛经的念佛经，想要去哀悼他的也哀悼他，然后想要去庆祝他是一个很好孝顺的孩子跟演员都可以，就是你们 send 他很多 positive energy， 就是给他很多正能量就对了。因为我觉得他生前是一个蛮三观很正的一个人，然后也许就是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爱，而不是更多的霸凌者。我只能这样子说，好吧，今天就聊到这了，拜拜。如今的你是不是人生很迷茫呢？
快来参加我是谁线上课程，一起来探讨到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